一场冬奥会的开幕式出现了多少创意和寓意？有谁被这些创意和寓意所感动？又有谁被伤透了小小的玻璃心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4号晚上那一天呢，我工作效率还挺低的，因为主要精力就没放在写稿上，都放在看冬奥开幕式上了。另外呢，一边看开幕式，一边呢和朋友一起关注，就是看开幕式上会不会像传闻的那样，会不会有人在开幕式上搞事情、捣个乱什么的。结果看完整个开幕式，感觉呢很祥和，也没有人在场上捣乱。不过场外，特别是海外，就真的有人觉得自己被开幕式冒犯了，而且这些人真没消停。由于本次冬奥会开幕式艺术水平和科技含量确实让人没法黑了，尤其是前面还有个东京奥运会开幕式当对比，所以有人开玩笑说嘛，仅仅过了半年，人类科技就有了巨大的进步。就是很多日本网民都很服气呀，说看了我们这场开幕式，再回头看看东京那次，说那个东京演员身上缠着绿色塑料布条跳舞，那完全就是裙带菜成了精了。日本呢还搞了个民意调查，认为中国这次开幕式能拿满分的占了60%，总体还算是客观诚恳，和我们评论春晚中国男足的心态基本一致。但是呢，有些人看了开幕式就感觉非常不舒服。还是日本这个民意调查，虽然60%的人认为我们拿满分，加上得9分、8分的加在一起，占了70%以上，但是受访人群中有16.8%的人认为我们得的是0分。至于有没有日本的极右翼，还有在日本的某些其他人员造势，可想而知。另外呢，美国有些媒体报道的时候，大量评论跟奥运开幕式就无关了，全是政治问题，张口闭口就是美国政府认为中国的人权有什么情况，中国新疆问题如何，而中国的政府的解释是什么。虽然都是引用，都不是直接表达媒体本身观点，但是选择从这个角度报道冬奥开幕式，那就是故意带节奏。比如新华社报道，德国电视2台等媒体4日向德国当地观众直播北京冬奥开幕式嘛，对其中的科技舞美蕴含的想象力、创造力赞叹不已，称开幕式展现出了中国的自信和善意，以及节制的美德，堪称完美。然而实际上，德国电视2台还有另一种声音，有2个评论员在开幕式全程解说过程中是不离政治。德国网民抱怨说，这2个评论员每3分钟就要说一次中国有多糟糕，我们的开幕式全是政治宣传等等等等。所以啊，面对我们的科学水平和艺术水平，实在是对我们没处可黑了。这些媒体只能绕大圈找角度才能下口。而我们这边呢，大概是预计到了，不管我们怎么表现，某些人都是一定会找茬儿。所以开幕式表演上，我们有些创意就是要在他们的小玻璃心上敲一榔头。比如火炬传递最后几个环节，把火炬插上大火花，这个殊荣有新疆维族运动员一份，这就让西方某些媒体挑刺儿都没法挑。你敢反对，那就是你歧视我们维族同胞，凭什么我们维族同胞不能有这种荣誉呢？你要是不反对，那就是承认西方对新疆的各种攻击全是错的。所以怎么选你自己挑。另外，大家还特别喜欢场地东南角迷路小鸽子被领回家那个环节，东南方向那个迷途的孩子总是要回家的。这个小设计就是让台湾很多人看了以后真是热泪盈眶，用文字用视频表达了很多自己的想法。但是也有些台湾人就是故意假装没看懂，硬说是表演出了纰漏。所以呢，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了。中国网民看开幕式想的都是什么？是哪个队的服装好看，是什么品牌的，还有就是举牌领位这些女孩们，她们的蓝白色虎头帽哪里有卖的，还有那个发光的胖鸽子官方销售链接有没有。对此呢，美国有些媒体感慨说，中国人现在已经在自娱自乐了，根本就不在乎别人如何评论，不需要取悦任何人。中国人是在自信和放松，而有些人看到中国的成功就只会感到紧张。美国、欧洲某些政客、某些媒体，还有某些人，在冬奥会问题上的作为，实在是格局太 low 的体现。如果遇到任何事儿、任何话题都是为了黑而黑，为了争吵而争吵，那就已经完全没有了曾经强者该有的模样。好，
关于一场成功的冬奥开幕式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感觉，给了国外一些人什么样的冲击，今天呢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聊。